美媒曝光3艘核潜艇同时上浮，企图震慑中国，而国内媒体呢称之为标题党，这可不是开玩笑。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照。最近，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曝光了一件让人震惊的历史事件。就是2010年，携带有超过400枚巡航导弹的3艘美国核潜艇曾经同时在中国周边上浮，并声称传递的信号是让中国极为震惊。国内的一些媒体呢报道称，这个报道非常的标题党，这实在是太讽刺了。然而这件事呢，还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玩笑话，我们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师表示，而美国拥有的远程重型轰炸机是稳定危机的最佳力量之一，而美国海军的潜射导弹因为长期在水下航行，威慑效果较差。不过也有特殊的时候，那就是2010年它帮助美国稳定了一场危机。那么2010年到底有什么危机呢？这一年的7月，3艘美国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几乎同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浮出水面。这3艘核潜艇可以同时携带46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位亚洲国家的资深武官表示，460多枚战斧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巨大的潜在威胁。美国当时这么干，据称是为了表达美国对中国在东海试射导弹的不满。那么如果排除打一场核战争，美国海军面对中国时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因为航母作战群的水面作战力量已经成为了东风导弹的活靶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美国的常规作战力量在面对中国人解放军的武装力量时，仅有的优势恐怕就只剩下核潜艇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和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战略轰炸机相比，核潜艇更加隐秘。航空母舰是摆在明面上，很容易侦测和给它定位，而战略轰炸机起飞基地有限，因此在它飞得比较高的状态下，通过雷达就能够发现，或者通过其他的侦测手段也能够提前做出预警，因此在遥远距离内对它们进行相应的拦截，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效的。但是对核潜艇呢，必须事先侦测到它的所在。但是核大战在2个核大国之间是无法展开的，因为一旦2个核大国开始核大战，那么它带来的必然是全人类的灾难。那么要想用常规武器对付中国人解放军，美国现在可能最有效的或者最隐秘的手段，那么就是能够发射常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了。那么这些巡航导弹虽然射程比较远，但是它的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都是亚音速的，因此在空中对它实施相应的拦截，或者是用地面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或者高炮系统对它实施打击，就有可能将这些攻击型的导弹在半途击落。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漏网之鱼，那么就要依靠我们的末端拦截手段来实施相应的打击了。那么这次美国的杂志所曝光的3艘核潜艇同时在中国周边浮出水面，是否就对中国构成了一个大的威胁呢？我个人认为是夸大其词。在菲律宾海域和日本海域露面的浮出水面的这2艘核潜艇，可能对中国大陆的相关目标呢构成了一定威胁。但是你在印度洋浮出一艘核潜艇，对我们有什么威胁？它发射的巡航导弹射程够吗？穿过喜马拉雅山，你打什么目标？西藏、青海这些高原地区人烟稀少，这个重点的军事目标呢也不多，而且它能不能够到这些目标都很难说。何况在复杂的地形上进行相应的运动，它自己是否能够最终不碰山不触地抵达目标都很难讲。何况在末端我们还有防御的手段。当然，在亚洲地区部署的这些核潜艇，特别是携带了常规弹头的巡航导弹的这些核潜艇，确实是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一个，提升我们的收潜反潜能力，把你巡航导弹的载台实时监控住。只要你敢发射导弹对我们实施攻击，我们就要迅速将这艘核潜艇击沉在相关海域。那么发射出来的巡航导弹当然也需要根据相应的情报信息对它的飞行路径及时掌握，一旦抵达中国的岸边，就要对它实施层层拦截。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武器系统
是不存在缺点的，只要你找到它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有效的战术和技术措施，就有可能应对。何况美国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但是否它有胆量跟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胆量、能力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格局，才是决定今后是否会爆发局部战争的重要因素。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